迎收 Livia 哦，我是 Livia 哦。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我在碎步区里找到一个7块美金的假皮革，然后做了一个仿制的香奈儿包包。这个香奈儿包包在他们的原网站应该是要6000块美金，我觉得高攀不起，所以我们自己做好了。这整个成本算下来，就是碎步区的皮革是7块美金，加上2条链子，大概是打折完大概是8块美金含税，所以整个下来15块美金做了一个仿6000块美金的香奈儿包包，所以折合台币这个包包大概才450块左右。除了上面的那个香奈儿的字样没有出来之外，我觉得还蛮像的啦。就是重点不是要像，重点是要实际好用，又有那个你想要的那个样子。影片最后跟大家分享做这个包包的一些心得跟技巧上的感想，那就看到最后咯。那我们来看做法吧。整块碎步区里找到的这个皮革的大小是45公分乘2公尺。另外我还准备了金属链跟一块黑色的棉布。另外我还准备了这个本来是用来做棉被的这个棉质料。第一步应该是要先做模板，可是那时候我一头热，所以就一口气在布料的背面画了这个很经典的菱形格纹。但总之呢，我们应该要先剪出我们需要的大小的模板才对。包包的大小就看你想要怎么样子的深度跟厚度，我这边用的是40乘30公分。因为这个仿皮革的材质的关系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在上面做任何的直线的记号，所以我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纸胶带来做记号。以第一次尝试来说，我觉得这个效果还不错。你可以用比较强壮的针，譬如说90/14那一组针，或者是用专门给皮革用的缝针来缝这个部分。做完之后，把所有的纸胶带撕掉。我在缝这个格纹的时候，后面有放1层的棉质料，为的是制造出它有一种凸起的感觉。可是我1层的感觉好像效果不太好，而且纸胶带跟缝线甚至把棉质料都拉到了表层来，所以看起来就没有很干净利落。撕纸胶带的时候也发现这个缝线会被纸胶带破坏，而且在缝的时候的松紧跟间距也都会有一些问题，所以缝线的松紧跟间距还是要特别去注意做调整的。至于棉质料被拉到表层这个问题，我想到的办法是先放1层棉布，然后再放棉质料，最后再另外1层棉布，这样4层来缝这个格纹，它就不会把棉质料拉起来，而且会制造出更好看、更饱满的格纹。这次做出来的效果我就觉得还不错。移除所有的纸胶带之后，重复相同的步骤，做出一模一样的另外一块。接下来我们要做底座的剪裁。刚开始还不太确定自己想要多宽的包包，所以就保守估计裁剪了5乘5公分的正方形。接下来准备包边带，大概是4公分宽，5-6公尺长。包边带对折之后，两边往内翻着，把这个边边这样夹起来。之后我们要缝在这个边上。大概试了2-3次之后，才意识到这个压角不对。这么厚的布料，应该是要用专门做棉被的这种压角才对。然后也才发现我的缝针上面残留了很多纸胶带的粘胶，所以清理干净之后，换完压角之后，这个缝纫的过程就比较顺利了。因为担心机器没有办法负荷，所以我分开来缝这个包边带，先缝了其中一边之后，往另外一边折2次来做收尾。太难了吧？从
重复相同的步骤，把2块布料的高跟底座都像这样收好边。接下来我们就正面对正面把这2块的高和底座缝合在一起。底座的直角跟包包的上缘不缝之外，我们还要在包包上缘往下5公分这个地方再留5公分不缝。那左右两边都是这样子的缝法。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包包的底座，把这个直角的嘴巴打开之后，把缝线对齐，缝份往左右两边摊平。这里我们要非常暴力的用包边条的收法，把这个边收起来。那做法就跟刚刚一模一样。这个步骤做完之后，包包的底座就完成了，就赶快把它反翻到正面来看一下，我觉得效果真的很棒。包包的上缘这时候也可以用包边条收边，再把这个包包反翻回来。接下来我们要处理的是包包的上缘的部分，上缘的部分往内翻折，就是往下翻折5公分，我们要缝这一圈。那由于它两边的布料真的太厚了，我也不想要把这个皮革再做多余的破坏，所以我没有把多余的缝份剪掉。那两边因为太厚的关系，我大概就留2公分没有缝到底。这个步骤做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做手提袋，就是这个金属链的部分。我剪裁出3公分宽，然后是金属链条，再加上包包宽度的这个长度的一个缎带。这个缎带我们要左右两边往内翻折一次之后再对折一次，做出一条很像绳子的东西。固定好之后，我们要缝一条平针在这个开口的边上。但由于这个皮革的摩擦力蛮高的，所以我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要拿餐巾纸来做辅助。虽然效果很好，但是还蛮难收拾的。第二个想到的辅助器是烘焙纸。缝起来的感觉，烘焙纸会好很多，因为它比较滑。那现在就会看得出来餐巾纸的纤维因为太粗了，所以全部被缝在这一条线上。反倒是烘焙纸一撕就断了，然后它的残留物在线里上面的残留物非常的少，也非常好清除。所以如果你遇到相同的问题的话，烘焙纸就是你的解答。重复相同的步骤做出了另外一条一模一样的缎带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穿到这个金属链里面。为了让整个过程容易一些，我决定要从中间开始。那这个皮革的绳子的中间点就要对齐这个金属链的中间点。确定之后，你就可以往两侧开始上下的穿这个金属链。重复相同的步骤做出这个手提袋之后，就可以把它穿到这个包包的刚刚留的5公分的缺口这里。从另外一端拉出来之后，把这个绳子皮革的绳子缝合在一起。为了加强固定，我拿了布料的粘胶再做一次加强，额外再剪了一个小块的布料，把它们缠绕在一起，用夹子固定，等它们干。干掉之后，把这个绳子再把它拉回到包包可以藏起来的地方，然后只留出金属的带子。做好这些调整之后，这个包包就做完咯。Send all of your tears back home.
革的感想就是它的就是错误率要降到最低，就是要一试就成功，不然针穿过去之后，它就会留一个洞口在那里，然后就会蛮明显的。还要特别注意的是，要用适合皮革的压角跟缝针，还有缝线。我觉得这一次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，所以有机会有时间的话，我想要再做一个白色的，也是用这个金属链子来做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然后今天这集就到这里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去逛街了。如果大家真的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包包的话，欢迎在这个账号上 tag 我，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跟 Instagram 上面应该都可以找到我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咯，谢谢大家收看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影片的话，可以给这集按赞。如果你想看更多这样子的如果你想看更多这样子的影片的话，你可以按订阅频道。我们下次见喽，안녕。